今天我們來假設一個殘酷的場景，假如明天戰爭爆發，你銀行卡裡的幾百萬存款會變成什麼？答案是瞬間化為一串無用的廢數據。街上的提款機提不出現金，網絡銀行癱瘓，紙幣變成一張張沒有意義的廢紙。有人說沒關係，我有黃金，亂世囤黃金最保值。然而炮火連天的時候，你拿着金條走在廢墟中，能換到什麼？也許連2個饅頭都換不到，反而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因為在極度混亂中，黃金只不過是一塊閃亮的金屬，你無法吃它，無法喝它，抱着它反而引人垂涎。那麼假如戰爭真的來臨，到底什麼東西才是真正的硬通貨？什麼才能在生死存亡之際救你一命，成為人人渴求的寶貴資源？今天我們就深入探討這個被顛覆常識的話題。當社會秩序全面崩潰，法律與貨幣體系顷刻蒸發，我們才會發現，原來真正珍貴的不是金錢，而是那些能讓你和家人在絕境中活下去的關鍵物資。歷史一次次證明，亂世之中，水、糧食、鹽、藥品、糖、火種和武器，這些最尋常不起眼的東西，才是在戰爭年代最硬的通貨。它們的價值將遠遠超過黃金和鈔票，成為新的交易媒介和生命線。接下來，我們將結合歷史教訓和極端情境，逐一揭示這些物資如何在戰爭中扮演硬通貨的角色。沒有紙幣和信用卡，人們只能重回以物易物的時代，用手中的物資直接交換所需。到了那時，交易的價格將取決於需求。也許一瓶水要換對方幾天的口糧，一包抗生素可以換回一條毯子或帳篷。整個社會的經濟邏輯會徹底顛倒，誰擁有基本生存物資，誰就擁有話語權。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天，也許你還感覺不到餓，但渴會成為最迅速也最致命的威脅。人可以3週不進食卻活着，但缺水連3天都撐不下去。城市的自來水廠一旦遭到破壞，自來水供應很可能在幾小時內中斷，打開水龍頭卻流不出一滴水的那種恐懼，你能想象嗎？沒有水源，人們將不惜一切代價去尋找和爭奪水。此時，水立刻變成了貨幣中最硬的一種。實際上，在現代戰爭中也有慘痛例子。20世紀90年代波黑戰爭中被圍困的薩拉熱窩城內，自來水切斷長達數月，居民每天冒着狙擊手的威脅跑去公共水井取水。為了幾升清水，人們寧願排長隊，甚至付出生命。可見戰爭裡水是多麼珍貴。歷史上無數戰亂都伴隨水荒。當年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被圍困的城市裡，井水和河水成了居民最後的救命依靠。有人半夜冒着炮火跑去廢墟下找地下水管漏出的一點點水珠，也有人提着水桶在廢墟間徘徊，只為換取半桶清水。甚至在古代圍城戰中，攻城的一方常常先斷敵城水源，逼得城內投降。由此可見，水在亂世中幾乎等同生命本身。你儲存的每一瓶乾淨水，在和平時期或許廉價無比，但在戰爭中都可能換來高昂的代價。一般而言，一個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4升的水來維持飲用和基本衛生。如果戰爭前沒有儲備，戰爭後你上哪裡去找這4升水？也許此刻郊外有口老井變成了全村的命脈，人人排隊取水，井邊可能還有全副武裝的人在維持秩序或獨霸水源。那時候，一瓶礦泉水就是真正的硬通貨，能救命也能拿來交換其他資源。在極端情況下，水甚至比石油還貴重。有人說水是液體黃金，但在戰爭裡，它可比黃金珍貴多了。黃金再貴也不能解渴，唯有水是不可替代的。當你雙唇乾裂，喉嚨冒煙，別說黃金，哪怕一切身外之物都願拱手送人，只求換一口水喝。可見在戰時，水就是最硬的硬通貨之一，解決了喝水的燃眉之急。接下來幾天，飢餓會如潮水般向你襲來。古語有云，民以食為天，無論和平還是戰爭，吃飯都是頭等大事。你可能身價億萬，但10天吃不上飯，一樣會活活餓死。戰爭時期，大規模的糧食短缺幾乎不可避免，農田可能荒蕪或被炮火摧毀，
糧庫可能被徵用或炸毀，交通阻斷導致補給運不進城。一旦超市被搶空，糧食將變得比黃金還稀有。歷史上，每逢戰亂爆發，糧食價格便扶搖直上，甚至用錢也買不到一口糧。20世紀30-40年代，中國經歷抗日戰爭和內戰，很多地區出現饑荒，有錢人懷裡攢着金條銀元，卻換不來半袋米，最終活活餓死的事例觸目驚心。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災民們拿着家傳的黃金首飾四處討飯，但由於整個社會已經沒有糧食，再貴重的財寶都換不回一碗糙米。有人絕望地說，金銀值萬千，不如米糧一食。說的正是亂世中糧食超越一切的價值。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些場景，在被圍困的列寧格勒，麵包就等同於生命。當時城市居民為了一塊黑麥麵包，願意付出任何代價，無論是珠寶、金錶，甚至自己的勞動或其他僅存的配給，只為換來果腹一天的口糧。又比如在歐洲戰後的廢墟上，美軍發給士兵的巧克力和罐頭食品成為當地居民眼中的寶物。有些德國婦女拿出值錢的古董地毯、瓷器，只為和美軍換取幾罐午餐肉。由此可見，在那種極端環境下，糧食本身就成了硬通貨，貨幣和黃金反倒淪為了附屬品。所以，在戰爭的陰影下，囤積一定量的糧食，就是給自己存下一個保命的錢包。米、麵、乾糧、罐頭等等都屬於硬通貨範疇，尤其是那些不容易變質、可以長期保存的食品，更是炙手可熱。想象一下戰爭中的交易場景，你手裡有幾包方便麵，鄰居有多餘的瓶裝水，你們很可能直接物交換。此時，一袋白米或一塊餅乾，就是比鈔票還可靠的交易憑證。當然，如果糧食充足，你也更有體力和冷靜去應對其他危機。所以糧食的重要性，說它是戰爭中的硬通貨，一點也不為過。它不僅是交易介質，更是生存本身。水和食物解決了生存的基本面，但還有一樣不起眼的調味品，在亂世中會摇身一變成為戰略物資，那就是鹽。平時鹽價廉如土，誰家廚房沒幾包鹽？可是，一旦發生戰爭，鹽的重要性會讓所有人瞠目結舌。鹽不僅僅是讓食物變好吃的調味料，更是人體必需的礦物質。一旦長期缺鹽，人會罹患低鈉血症，出現全身無力、肌肉痙攣，嚴重時甚至意識模糊乃至死亡。還有夜盲症、水腫等毛病都和缺鹽有關。古往今來，鹽都被視作灰色黃金，意思是它雖不閃光，但價值無法替代。羅馬士兵曾拿鹽當工資，可見鹽在當時的重要地位。事實上，英文單詞 celery 就源自拉丁語中表示鹽的詞根。中國古代更是將鹽鐵列為治國重器，戰時鹽鐵專賣嚴格管控，因為誰掌握了鹽，誰就握住了民眾的生命線。想象戰爭中的一幕，消息傳出，供應鹽的港口被封鎖，全國食鹽將極度短缺。你可能會看到市面上瘋搶食鹽的混亂場景。超市貨架上的鹽在幾小時內被掃蕩一空，價格暴漲100倍，人一鹽難求。別覺得誇張，在和平年代都有過類似事件，比如2011年日本地震引發核洩漏後，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國，一則鹽能防輻射的謠言就引發全民搶鹽，連工業用的大塊鹽巴都有人買去吃。可見一旦危機來臨，人們對鹽的渴求近乎本能。戰爭更是如此，軍隊需要大量鹽來給士兵補充體力，給食品防腐，老百姓也離不開鹽維持健康。在20世紀上半葉的抗戰時期，中共根據地曾出現食鹽荒，敵後民眾為了一把鹽要翻山越嶺去邊區換取。當時日軍封鎖鹽運，導致內地很多百姓吃不上一點鹽巴，體質大大下降，這也成為戰略上的弱點。所以我們才說，鹽到了戰爭時就是戰略物資，會被嚴格管制。擁有私藏的食鹽，就等於擁有寶貴的硬通貨，拿出幾兩鹽就可能換回別人千方百計也弄不到的東西。更何況鹽還有一項隱藏技能，它能幫助保存食物。當冰箱不再運轉時，你可以用鹽醃制肉類、魚類，延長食物保存期。
這在戰爭尤為關鍵。試想，你設法弄到了新鮮的肉，如果沒有鹽，很快就腐敗變質，那等於白白浪費。但有了鹽，你可以制作鹹肉、鹹魚，讓一家人在沒有補給的情況下多撐一段時間。古代行軍打仗都要攜帶鹽和肉乾，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別小看一包鹽，它在亂世可能散發出比金子還耀眼的光芒。當別人因缺鹽而虛弱時，你有鹽就意味着健康和力量，也意味着可以拿鹽去換取別人手裡的任何急需品。鹽絕對是戰爭中的硬通貨。在戰爭中，除了飢渴，疾病和傷痛也是巨大的威脅。尤其當現代醫療體系瓦解，平時觸手可及的藥品會變得稀如鳳毛麟角。別說高級醫院的服務，連治病救命的基礎藥物都可能一片難求。這時，誰手頭有常用藥，誰就擁有了另一種硬通貨，看不見卻足以救命的隱形貨幣。試想戰爭中的典型場景，停電斷水後，衛生條件惡化，飲用水源污染，許多人開始拉肚子，甚至患上痢疾。如果沒有止瀉藥和抗生素，脫水和感染可能在幾天內奪去患者生命。又或者你在逃難途中不慎割傷了腿，傷口暴露在骯髒環境，很快紅腫化膿。如果沒有消毒藥水和抗菌藥，這點小傷口可能引發敗血症，後果不堪設想。更別說慢性病患者和特殊人群，糖尿病人需要胰島素，高血壓和心臟病患者需要常備藥，小孩需要疫苗和退燒藥。戰爭前期或許倉促間帶不全這些藥品，戰爭一打響，醫院藥房往往優先供軍隊和傷員，民間藥品只會越來越少，價格飛漲，甚至有價無市。歷史一再證明了藥品短缺的殘酷。一戰時期還沒有抗生素，戰傷感染致死率極高，直到二戰發明了青黴素，士兵和百姓受傷後才有了救星。如果戰爭讓供應鏈中斷，我們可能倒退回沒有抗生素的年代。別說戰場，哪怕在和平時期的災難中也是如此。一場大型地震後，如果傷員失去藥品救治，死亡人數會急劇上升。歷史統計顯示，過去許多戰爭中，疾病造成的死傷人數往往遠超戰鬥本身。可見，醫藥匱乏時，哪怕一場小小的感染，都可能演變為毀滅性的災難。因此，戰亂中，誰擁有藥品，誰就擁有了生命的保障，也間接擁有了可以交換一切的資本。有遠見的人，在平時就會準備一些家庭醫藥箱，內有消炎藥、退燒藥、止瀉藥、繃帶、碘伏等等常備藥品。這些東西暫時拿出來，不僅能救人一命，有時還能作為交易籌碼，換回你更需要的水和食物。藥品本身就是硬通貨，尤其在沒藥就只能等死的情況下，它們的價值無法估量。提到吃喝用度，大部分人知道要存糧存水，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還有一樣甜甜的東西在戰時極為重要，那就是糖。也許有人會問，都什麼時候了還考慮吃糖？其實糖不僅是調劑口味的零食，更是高能量的戰略物資。糖的價值在亂世常常被低估，但行家都懂，它是可以左右戰局和生命的隱形硬通貨。首先，糖是快速能量的來源。人在飢餓虛弱時，幾顆糖果下肚，立刻就能補充血糖，恢復一些體力和清醒的頭腦。在嚴寒環境下，糖分提供的熱量還能幫助人體御寒，所以在物資匱乏時，一把白糖或一塊麥芽糖可能就是幫助士兵和難民熬過長夜的能量源泉。二戰時期，各國軍隊的行軍口糧裡都必備巧克力或糖塊，就是因為糖能迅速補充體力，使士兵在短時間內脫離虛脫狀態。對平民而言也是類似道理，一杯糖水就可能挽救一個昏厥的孩子。其次，糖出乎意料地還能轉化成其他重要資源。白糖是碳水化合物的結晶，如果條件允許，它可以發酵釀酒，轉化為酒精。酒精在戰時有多種用途，既是消毒劑，又是可以燃燒的燃料，還可以拿來交易，甚至用作麻醉止痛。因此，你可以把多餘的糖用來制造濕酒，得到高濃度酒精，以備醫療用途或兌換物資。除此之外，糖還和一些化學原料結合，可以制作炸藥或火箭推進劑。例如，將白糖和硝酸鉀混合，就可以制作簡易的火箭燃料。
某些國家在動盪時期會對糖進行管控，因為糖作為炸藥原料之一，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更神奇的是，糖還能用來治病救傷。傳統偏方常用蜂蜜塗抹傷口，其實白糖也有類似作用。把白糖撒在傷口上，可以起到促進止血和殺菌的效果。糖分濃度高會讓細菌脫水死亡，從而減少感染幾率。在缺乏抗生素的情況下，糖算是一種應急的外用藥。許多戰地醫護在物資短缺時，就曾用糖來處理傷口，減緩感染擴散。這對普通人而言可能難以置信，平日裡只當調味品的糖，在關鍵時刻竟有如此多功能。正因為糖有補充熱量、製造燃料、輔助醫療等多重價值，很多國家都把它列為戰略儲備物資。早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就將白糖納入國家戰略儲備序列，可見對糖的重要性早有認識。一旦戰爭降臨，糖肯定會被管制起來，你想買都買不到。所以，如果個人提前儲存了一定量的食糖，在亂世中就相當於握有一筆能量硬通貨。也許幾斤白糖在平時不過值幾十塊錢，但在戰時，可能有人願拿出好幾桶乾淨水甚至糧食來和你交換。尤其對有小孩或病人的家庭，糖更是無價之寶，因為它是快速救命和帶來希望的來源。總之，糖在戰爭中的地位遠不止讓人吃口甜，它是能救命、能發動機器、能點燃希望的寶貴資源。水、食物、鹽、藥、糖，以上這些都屬於戰爭中的基礎生存硬通貨。但若沒有火，很多東西你依然無法享用。火代表着光明、溫暖和熟食，人在黑暗寒冷中求生，火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現代社會，我們幾乎忘了火的存在，燈光、電器、燃氣爐早已取代了篝火。然而，當戰爭毀掉電廠、煤氣管道和供暖系統，我們才會再次認識到，一個小小的打火機可能比一台電腦還珍貴。沒有了電力，一堆火焰反而比任何現代化設備都實用。試想，戰爭來臨後的第一個寒夜，城市一片漆黑，沒有電燈，沒有暖氣，夜風吹來陣陣涼意。此時，若你能升起一堆火，哪怕只是在院子裡點燃幾根木材，火光帶來的安全感和溫暖都足以穩定人心。沒有火，黑暗中人們既無法取暖，也看不清周圍，更無從煮水做飯。一旦長期吃生冷食物，不僅難以下咽，更可能感染疾病。所以，能夠生火，就意味着能煮開骯髒的水，讓它變得安全，意味着能把生的食物烹飪成熟食，也意味着能在寒冬中活下去。那麼，在高樓林立的都市裡，火從何而來？過去人類鑽木取火，但現代人大多不具備徒手取火的技能。如果你沒有任何現代火種，在野外環境想生火，幾乎比登天還難。所以，打火機、火柴這類平時不起眼的小物件，在戰爭時會成為搶手貨。前線士兵可能為子彈奔波，後方老百姓卻可能在為一盒火柴斤斤計較。歷史上，一些戰時回憶錄提到，逃難的人最珍視隨身攜帶的物品，除了乾糧就是火柴。他們寧可少帶幾件衣服，也不會丟下生火的工具，因為有火就有了熱食。有了熱水消毒，也有了篝火照明，生命的質量和延續都大大提高。想象你擁有幾個一次性打火機，在和平年代不值錢的塑料打火機，在戰爭斷電的黑夜裡卻是寶貝。你的鄰居可能願意拿出幾瓶水來跟你換一個打火機，因為他實在太需要火來煮東西或取暖。同樣，蠟燭、煤油燈這些照明物資也會變得奇缺，還有燃料，例如木材、碳、汽油、柴油等，都可能成為物交換的媒介。比如，一桶汽油也許能換來數十公斤的糧食，因為有了油，就可以發電啟動發電機，或者開車運輸逃難，價值無可估量。因此，要在亂世存活，你得備好火這項硬通貨，其中包括火種如打火機、火柴、打火石以及燃料。儲備一些打火機和火柴盒並不佔空間，但關鍵時刻卻能發揮大作用。一些生存高手還建議準備戶外野營用的小型爐具和燃料罐，以便在沒有廚房的地方生火做飯。所有這些關於火的裝備，不僅讓你自己衣食無憂，
也能成為交換其他緊缺物資的籌碼。在戰爭摧毀文明之後，能夠重新點燃火焰的人，無疑就擁有了一種特殊的權利與財富。最後，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在無法無天的亂世中，哪怕你有以上所述的一切物資，如果沒有保護他們的能力，最終可能仍是一場空。當秩序崩解，道德和法律的約束消失，一些絕望或邪惡的人會鋌而走險，用武力劫掠別人的物資。在這種時候，防身武器就成了保命和守護財富的關鍵。一件武器在手，不僅是自衛的工具，更是在混亂中讓人安心的定心丸。它本身也具備硬通貨的特性。戰時，一件可靠的武器或者足夠的彈藥，常常價值連城。或許有人心存僥倖，覺得戰爭雖殘酷，但總有善良的人性存在。然而，回顧歷史，你會發現，戰亂中趁火打劫、欺凌弱者的事比比皆是。哪怕在非戰爭時期發生的災難，如某些城市的大規模暴動或大停電事件中，缺乏防衛的人也常常成為砸搶的目標，而有武裝的商家或居民才能守住自己的財產。很多時候並非人心生來邪惡，而是飢餓和恐懼會驅使平日老實的人做出瘋狂舉動。如果你手無寸鐵，卻囤積了食物和水，很可能成為他人覬覦的肥羊。電影裡末日場景常常出現這樣一幕，好不容易找到的罐頭還沒吃兩口，就被飢餓的流民甚至武裝團夥襲擊搶走，留下弱者在原地哀嘆甚至喪命。為了不讓這種悲劇發生，你必須有基本的防衛能力。在現代社會，普通人也許無法合法持有槍械，但一些簡單的防身武器還是可以準備的。例如堅固的柴刀、鋼叉、弓弩、防狼噴霧，乃至合法的電擊棒等，都勝過赤手空拳。這裡不是鼓勵以暴制暴，而是殘酷現實迫使我們不得不有所準備。試想戰時一個場景，你和家人躲在地下室裡，有一些儲備的涼水，這時闖入幾個窮兇極惡的持械之徒，如果完全沒有自衛手段，你只能任人宰割，積攢的物資也會被洗劫一空，甚至還可能危及性命。但若你手裡有一把武器，哪怕只是一根上了刺刀的長棍，至少能嚇退部分敵人，使對方忌憚，不敢輕舉妄動。在無政府狀態下，武器就是保障物資安全的最後屏障。擁有武器的人，往往也就擁有了談判和自保的底氣。從另一個角度看，武器本身也可以成為交易品。在極端匱乏時刻，有些人願意拿出大量食物換取武器或彈藥，以增強自身的安全。同時，如果你有多餘的武器，不需要全部留存，也可以用其中一兩件換取其他生活必需品。但千萬記住，武器不同於水和糧食，是一柄雙刃劍。在換取物資的同時，你也可能因為暴露武裝而引火上身。所以更明智的做法是低調地持有足以保護自己的武器，而不要炫耀或輕易示人。在危險年代，槍出如龍，錢財自空。公開展示武力和財物一樣，都可能帶來殺身之禍。然而無論如何，沒有武器防身，就如同將財寶置於無門的屋子裡，遲早不保。因此，將武器納入戰時生存清單，不是為了侵犯他人，而是為了確保自己辛苦儲備的硬通貨不被強盜奪走。當然，在亂世中，除了上述生存物資，還有一些平時不起眼的東西，也可能暫時扮演貨幣角色。例如香菸、酒精、咖啡這類能緩解壓力的消耗品，常常成為黑市上的硬通貨替代品。二戰後期的德國，香菸一度成為事實上的流通貨幣。在戰俘營和難民營裡，一包香菸可以換到寶貴的食物或服務。然而，這些物品終究只是精神慰藉，無法直接維繫生命。它們的重要性仍比不上水、糧食等根本資源。總而言之，當戰爭真的降臨，黃金和存款這些平日裡象徵財富的東西，都會在殘酷現實面前失去光澤。取而代之成為硬通貨的，是那些最基本卻最關鍵的生存資源：水、糧食、鹽、藥品、糖、火種和武器，缺一不可。我們從歷史無數慘痛教訓中綜合提煉出這份戰時生存清單。有人把這些物資比喻為通往未來的7把鑰匙，因為只有掌握了它們，你才能打開希望之門。
在亂世中為自己和家人殺出一條生路。我們討論這一切，並不是為了散播恐慌，而是希望喚起大家對和平與安全的重視。準備並不代表我們希望災難降臨，而是未雨綢繆，以防萬一。正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享受太平盛世時，也要保持一絲危機意識。希望我們永遠不會用到這些暫時硬通貨，但了解它們，至少能讓我們在極端情況下不至於手足無措。最後，讓我們珍惜當下的和平歲月。畢竟，我們今天能輕鬆打開水龍頭就有水喝，走進超市就能買到糧食、調料、藥品，這一切來之不易。無數前人經歷戰火饑荒，才換得我們的歲月靜好。我們既要心懷感恩，也要有所準備。假如戰爭的陰雲真的壓頂，你是否已經知道該帶上什麼來保護至親？屆時，銀行卡裡的餘額將只是冰冷的數字，黃金珠寶也將黯然失色。唯有水和麵包、鹽和糖、藥瓶和火光，還有你緊握的武器，才能真正支撐起生命的價值。但願這一天永遠不要到來。但如果歷史不幸重演，我們至少懂得了真正的硬通貨是什麼。我們知道該去追尋什麼，守護什麼，才能在黑暗中留住一絲光亮，在亂世中保全人性的尊嚴與生命的延續。這或許就是身處和平年代的我們能為最壞情況所做的最好準備。讓我們祈願和平，並默默地做好準備，希望永遠不用將這些知識付諸實踐。